摩押王巴勒已经2次请巴兰咒诅以色列人，但都失败。在民数记23章27节到24章9节中，他不死心，说：来，我带你到另一个地方，或许神在那里看为好，让你从那里咒诅他们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巴兰不再用法术求问神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就任凭神的灵临到他。他开口说出第3首祝福诗：何其美哉，以色列的帐篷！神领他出埃及，他有如野牛之力。咒诅他的必被咒诅，祝福他的必蒙祝福。这祝福清清楚楚，毫不模糊。巴勒想咒诅的，神早已应许要保护，巴兰也不再勉强，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人的戏，而是神的剧本。陈云是个能力超强的品牌经理，效率高，眼光准。刚入职时，连董事长都亲自关注他的表现。但工作3年后，他陷入一个无解的困境，连续3次调职都不顺利。第1次，公司内部改革，他被调去新创事业部。结果原本承诺的资源被削减，专案胎死腹中。第2次，他主动申请回主线品牌，主管口头应允，结果高层决定整个品牌重组，他成了暂时无部门的人，做了3个月冷板凳。第3次，他接手一个跨国合作案，以为终于能大展身手，却在合约签署前夕被抽换人选，原因竟是对方企业指定某老同学。陈云内心百味杂陈，自己拼命工作，守规矩，交成果，怎么一再被排除在成功之外呢？那晚他心情沮丧，独自走到公司附近的教会。虽然平常没什么信仰，但他听说那边晚上会放音乐，至少能让心静一点。坐在最后一排的他，没想到那晚牧师讲的刚好是民数记。牧师说，巴勒以为换个地方，换个角度，就能让神改变对以色列的祝福。但神的祝福不是靠策略取得，也不是靠努力控制的，而是他主动的拣选与恩典。那一刻，陈云突然明白，自己一直想透过换地方改变命运，却从来没有问过神的计划在哪里。他的焦点全放在我配得什么职位，却没想过我是否走在神的心意里。天后，公司公告开设一个公益品牌部门，要从头打造一个推广永续理念的支线。这个部门冷门又难搞，没有人愿意去。但陈云心中却有个很清楚的声音，你可以试试，这次不是为了表现，而是为了呼召。他申请了，开始用品牌行销技巧与环保单位合作，推广回收时尚，新创工艺设计。1年后，那个冷门部门变成公司形象的门面，不但带来品牌好感，还成为媒体关注焦点。而陈云也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再靠角度，而是靠顺服进入命定。有时我们像巴勒一样，不停换角度，换方法，
想要说服神来成就我们的愿望。但你知道吗？神不是被操控的对象，他是全权掌管的主。他的祝福出于信实与拣选，不因场景不同而变动。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怎么改变神的话语，而是怎么对齐神的话语。就像巴兰第3次说预言，他不再用法术，不再挣扎，只让神的灵充满，说出从神来的真理。而当我们放下自己的算计，也会发现真正的祝福是与神同行，而不是帮神设计成功剧本。愿你在今天的默想中学会与神对齐，而不是与世界较劲。因为你生命的高度不取决于你站在哪里看，而取决于你是否站在神要你站的位置上。